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明星点评，杨紫、肖战、虞书欣、樊振东、大 S、具俊晔。杨紫的国色芳华可真是为芒果平台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一举拿下了大半年的 KPI。据芒果内部透露，只要锦绣芳华能够保持平稳播出，他们今年的任务就能超额完成。这部剧的 CVB 成绩确实不俗，但比起很多业内的预期，还是稍微低了一些。这其实和湖南卫视的排播方式有很大关系，好几次都出现了停播、单集播的情况，甚至还有4天时间从黄金档播到了次黄档，更是分成了上下集。杨紫的粉丝们对此颇有微词，积极向片方反馈了这些问题。值得称赞的是，片方内部确实听取了粉丝们的意见，后期这部剧在热播期的排档将不再随意停播和切单，看来粉丝们的声音还是被重视了。杨紫作为当红女星，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备受关注，而国色芳华作为她的又一力作，自然也是期待值满满。虽然播出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小插曲，但相信在片方的努力下，这部剧还是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的。2. 肖战主演的电影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侠之大者，实乃细节控之福，伏笔之多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开场便点明盟军弓箭之威，堪称杀手锏，却为后文欧阳锋练成9阴甲经，内力环绕使弓箭失效埋下伏笔，也为郭靖谈判增添筹码。郭靖归来，敏锐察觉大王子与二王子面色不善，练兵时内心独白更显二人不和，且对郭靖及拖雷势力心存芥蒂。而三王子看似低调，实则掌兵有权，首次登场便汇报敌情，二王子应激反应被大汉驳回，再次汇报旗下士兵遭难，其地位已隐隐超越二王子，历史胜出者之影已现。练兵之处 ，NPC 详述蒙古阵法之妙，诱敌深入，分兵消耗，再行包围或追击。此阵法与宋蒙城外对峙之景相呼应，宋军人数劣势，蒙军整阵迅速，宋军判断失误，若战必败。影片细节之处，皆见匠心独运，伏笔连连，引人入胜。3. 虞书欣今年的商务报价可是涨了不少，她的底气为什么这么足呢？原因其实明摆着，那就是以前天天被她捆绑的赵露思和白鹿，现在都在走下坡路了。赵露思这边搞抑郁症话题搞得有点太过，现在路人缘是很难拉回来了。而白鹿一向是靠剧抬咖，现在也是一扑再扑。虞书欣虽然本身没有太大的进步，但因为对手退步了，所以他也就慢慢得到了市场更多的青睐。看来，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里，有时候对手的退步就是自己的进步啊。虞书欣顺势摆架子，涨价也是情理之中的。不过，他还是要继续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和演技，才能在娱乐圈里走得更远、更稳。4. 樊振东可真是个与众不同的运动员，他不仅有思想深度，对事情还有深刻的个人见解。他的发言和媒体处理，在运动员中都是教科书级别的，甚至不输给很多高学历的美国运动员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专业媒体不喜欢没有黑点的樊振东的原因了，因为他有思想，有思想的人就不好控制。在原来的传统媒体时代，媒体可以一手遮天，想让水火就让水火。但现在可是自媒体时代了，运动员时时刻刻都无死角地暴露在观众面前。所以，本身优秀的人就不需要营销，就能获得很好的路人缘。樊振东作为一个成绩杰出、品行优秀的运动员，他火是理所应当的，也不是有些媒体可以绞杀的。有些人的黑历史根本不用媒体报道就能被快速传播。
樊振东的火是实至名归的。5. 大 S。 大 S 早年真的是太顺了，没有在事业上受过什么挫折，早早成名，一直是圈子里的大姐大，周围人都依附她生存，是血包标配。她但凡早年经历过跌落低谷变得无用，也能认清身边人的嘴脸，知道谁是真的为自己好的。她妹妹对她的感情啊，真是太复杂了。一方面说很爱她姐，一方面对她际遇走低又掩饰不住的开心。当年在娱乐100%因为那个什么龙退通告，大 S 难过哭诉，甚至能看到妹妹脸上的戏谑和一点点得意。这姐妹俩的感情真是让人捉摸不透。6. 具俊晔。自大 S 离世消息爆出来以来，关注点不是在妹妹身上，就是在前夫汪小菲、张兰那边。而作为现任丈夫的具俊晔，热度很快就压下去了。有这样的局面，其实主要是跟汪小菲这边在镜头下哭肿眼睛，线上是爱啥的有关。汪小菲这边在主动抢风头，可把具俊晔高兴坏了，都不用花太多钱去压话题了。现在是汪小菲处在风波漩涡当中，具俊晔每每隐身，避开了所有的目光，就连媒体都没放出他多少消息。具俊晔一直都是个聪明人，当年自己事业当红，看不上小咖大 S， 撩拨睡到大 S 这个小迷妹没多久，就把她甩了。如今看来，他倒是挺会享受这种低调的生活呢。